今天是2021年的元旦，首先要祝大家新年快乐。昨晚睡觉以前，相信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漫长的一年终于过去了。去年的今天，在全世界都还没有注意到疫情可能发生时，我们开始针对武汉来台班机登机检疫。当时也有不少的质疑，但回头看来，这样的超前部署是正确的决定。放眼2020一整年，一波一波袭来的疫情肆虐全球，经济受到冲击，生活受到影响。在很多国家，小孩无法好好上学，大人不能正常上班，许多工作不见了，景气陷入谷底。全球各地因为疫情死亡人数是持续在增加。所幸在台湾，我们靠着相信专业、彼此信任、社会团结，一起战胜了病毒。我们没有封城，可以正常上班上课。在防疫指引下，去年4月12号，我们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开打职棒球季的国家。大家戴着口罩参加演唱会、艺文活动，这也是去年世界少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维持正成长，股市也攀上高峰。尽管今年的经济依旧充满挑战，但我们有可以乐观的理由。在全球疫情仍然严峻的此刻，台湾的公司营运和就业依然稳定，投资不断，已然是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我们已经站稳脚步，将全力冲刺。无论是数位经济的转型、六大核心战略产业的部署、5G 的部件或前瞻技术建设的新建，我们待预算通过以后，就可以快速的推动。过去1年，台湾做到了全世界所殷切盼望却不可企及的如常生活。这并不是一简单的事。我要再一次的谢谢所有努力不懈，从防疫、纾困到振兴，参与配合的每一位台湾的人民。身为总统，2021年我最重要的责任是让大家如常生活，并且跟着全球经济复苏的脉动往前进。这也将会是我们努力的第一要务。在新年的第一天，我有几项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共享。就在上礼拜三，大家期盼40年的南回铁路电气化正式改点通车。台湾的环岛铁路电气化的最后1里路终于完成了。就在今天，基本工资再次提高，在全球经济饱受疫情困扰的此刻，虽然增加的幅度不多，但已经是难得的成果。1月11号，新版护照即将发行，封面上大大的 Taiwan 将陪伴国人走向世界。今年，我们将在全国新建15000户社会住宅，这将使得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住宅新建计划跨出了一大步。去年我在元旦的时候承诺要推动的农民退休金制度，今天已经开始办理。现在的台湾，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都有退休制度了。接下来，如果立法院顺利通过预算，今年开始，育儿津贴将再增加。新增的3000班公共化幼儿园的目标进度也比预期还要快。0到6岁，国家跟你一起养，国家真的在行动当中。另外，有关全球气候治理议题的 COP26， 今年即将召开。我们会积极地与各界展开对话，找出最符合台湾未来永续发展的气候治理路径，同时让减碳的挑战化为产业投资、创造就业的新机会，为台湾的永续发展找出新方向。今年，我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将满5年，执政的过程里，民意支持有起有落，
我也在寻求连任的过程中，再次受到选民的检验。每一天，我都兢兢业业，全力投入，努力实现我们所承诺过的目标。而最重要的是，国家的方向正确，台湾正在进步当中。这段时间，有关于进一步开放符合国际标准的牛肉和猪肉进口的决定所引起的议论和纷扰，也让我充分的体会，为什么过去的政府做出了开放的承诺，却无法落实。台湾是依赖贸易生存的国家，这个历经3任政府的难题，已经没有回避不处理的空间。因此，我要用最谦卑的心情，请所有的国人同胞体谅，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再三斟酌后的决定。当然，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贸易问题，就像我去年不断地强调，世界的局势正在变化，身为总统必须更加谨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台湾布一个永续生存的局。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行动上步步为营，因为未来国家的发展还有更多的挑战需要克服。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地位越发重要，两岸关系的稳定现在已经不只是台海两岸关注的议题，更是攸关印太区域稳定的议题，而且已经是全球焦点。尤其过去的1年，对岸的军机、军舰在台湾周遭频繁的活动，不仅冲击两岸关系，更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现状造成威胁。我要在此重申，面对两岸关系，我们不会冒进，也会坚守原则。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我们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等疫情受到有效控制时，我们也期待两岸人民会逐步恢复正常有序的交流，增加理解，减少误解。处理两岸事务，我一贯的原则就是共同讨论，找出方法，务实解决问题。2020结束了，但是新一年的到来不会只是日历翻过一页。疫情不知何时才能收尾，连何时可以出国旅行，我们都还没有答案。去年的不确定延续到今年新的一年。但是我想鼓励大家，在人类的历史上，2020并不是最艰困的一年。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40年代的2次大战，当时人们所面对的都是艰难无比的挑战。但人们总是如此的强韧，就像我们的上一代可以从战后的百废待举中创造出经济奇迹、民主奇迹的故事。这些经验都告诉我们，只要有光、有水、有风气的地方，就可以长出希望的玫瑰。I also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for our international audience. Taiwan has been proud to have worked alongsid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nfront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COVID-19. We have shown again and again that Taiwan can help. As a force for good in the world, we will continue to be an indispensa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oth now and into the future. We are also deeply grateful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ntinued support for Taiwan. Your willingness to stand together with us as we are faced with difficult region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is significant for the 23 million freedom-loving people of Taiwan. Our democracy is stronger because of your support. Thank you, and I hope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is able to enjoy a restful and safe New Year. 我所敬爱的台湾人民，在辛苦的
难关，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能走过。回顾2020，我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度过重重挑战。2021，台湾有你。新的一年，我们彼此祝福，继续携手前进。谢谢各位。